佛说菩萨低眉慈悲六道，金刚怒目降伏四魔。合掌行礼是众生平等的礼数，而善良若失了智慧的锋芒，反成滋养恶念的雨露。对世人当怀礼敬之心，然善意不失，须变因缘。这藏在佛理中千年的处世之道，道尽多少人以善之名纵容恶行的迷局。晨雾未散，灵鹫山已聚满求法的信众。佛陀端坐在莲花座上，缓缓开口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此乃佛法之根本。众生皆具佛性，若能一心向善，自可脱离苦海。迦叶尊者安静地坐在众弟子之间，他早已领悟佛法中慈悲为怀的精髓，可近日在山下听闻的种种恶行，让他心中生出疑惑。面对那些冥顽不灵、以作恶为乐的人，善良究竟该如何施展？待佛陀讲法结束，迦叶尊者走到佛陀身前，虔诚地问道：师尊，世间有等本性极恶之人，以残害生灵为乐，对其行善良之事，不仅难以感化，反遭伤害，这般情形当如何是好？佛陀并未直接回答，只是微笑着说：迦叶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答案不在我这里，而在尘世之中。你且下山游历，自会寻的答案。说罢，佛陀闭目静修，不再言语。迦叶尊者虽心中仍有困惑，但对佛陀的教诲深信不疑。他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游历做准备，心中暗暗期待能在尘世中解开这困扰他的难题。迦叶尊者行走在通往村落的黄土路上，远处村落的轮廓在热浪中若隐若现，然而当他走近，却发现这里弥漫着压抑与不安的氛围。刚踏入村口，一声凄厉的哭喊刺破长空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座破旧茅屋前，一个身形魁梧、满脸横肉的男子正挥舞着手中的棍棒，肆意砸着屋内的物件。屋内传来一位老妪的哭喊声：求你了，这是我唯一的栖身之所啊！那男子正是恶徒阿罗，他满脸狰狞，对着屋内怒吼：老东西，赶紧滚出去，这屋子归老子了！迦叶尊者快步上前，在离阿罗几步之遥处停下，双手合十，面容平静而温和地说道：施主，佛门有言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强占他人居所，实乃不义之举，还望施主能放下执念，莫要再造恶业。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，带着佛法的慈悲与智慧。阿罗听到声音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头看向迦叶，眼中满是不屑与轻蔑。他上下打量着迦叶，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：哪来的臭和尚，少在这儿跟我讲大道理！这世道弱肉强食，他这老瞎子留着这屋子也是浪费，不如归我。说着，他举起棍棒，指着迦叶的鼻子，恶狠狠地说：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给我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迦叶尊者并未因阿罗的威胁而退缩，依旧保持着恭敬的姿态，缓缓说道：施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方能立地成佛。您若现在悔改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阿罗被迦叶的话彻底激怒，他暴喝一声，抡起棍棒就朝迦叶砸去。迦叶尊者秉持着慈悲之心，并未闪避，棍棒重重地落在他的肩头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疼得微微皱眉，却依然挺直脊背，口中念着佛号：阿弥陀佛。阿罗见迦叶不反抗，愈发嚣张，一下又一下地挥舞着棍棒。迦叶的衣衫很快被鲜血染红，而屋内的盲眼老妪虽看不见眼前的惨状，却能听到打斗声和迦叶隐忍的闷哼。他焦急地摸索着爬出屋子，哭喊着：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屋子我不要了，求求你放过这位师父。最终阿罗打累了，将棍棒一扔，一把将老妪推倒在地，大摇大摆地走进茅屋，关上了门。迦叶尊者强忍着疼痛，挣扎着起身，将老妪搀扶起来，在村外一座破庙前停下。迦叶倚着斑驳的墙壁缓缓坐下，伤口的剧痛与内心的迷茫如潮水般涌来。
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慈悲竟如此不堪一击。我尊佛陀教诲，以善念待人，为何换来的却是？迦叶的声音哽咽，他看着老妪布满裂痕的手掌，那些沟壑里仿佛刻满了世间苦难。难道真如阿罗所说，善良在这弱肉强食的世间不过是任人践踏的软弱？老妪摸索着在迦叶身旁坐下，枯黄的发丝在风中凌乱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太多恶人。20年前，他们抢走我儿子的口粮，我去求他们，他们就把我眼睛弄瞎了。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却像重锤般敲击着迦叶的心。小师父，您的善心是好的，可有些人心早就烂透了。就不回来的夜风穿堂而过，卷起地上的枯叶。迦叶望着头顶摇摇欲坠的房梁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善良的理解太过简单。他想起佛陀讲法时说众生皆具佛性，可面对阿罗这样的恶徒，若无智慧引导，单纯的善良反而成了纵容恶行的温床。迦叶尊者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灵鹫山，他跪在佛陀座前，内心纠结地问道：师尊，弟子以善念待人，却遭恶人欺辱，难道慈悲反而成了纵容恶行的枷锁？佛陀轻挥衣袖，山间忽然飘来细雨，细密的雨丝落在迦叶的伤口上，带来丝丝凉意，也让他稍稍平静下来。佛陀抬手指了指山脚下蜿蜒的恒河，说道：迦叶，你看那河水滋养两岸时是济世良药，泛滥成灾时却成夺命洪水。善良若无智慧约束，又与这失控的洪流合一。说罢，佛陀掌心浮现出一团金光，光影流转间，竟投射出一段尘封的往事。画面中，一片荒芜的戈壁深处，有一口终年翻涌着黑绿色泡沫的毒泉，毒泉四周寸草不生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腐臭气息，泉边散落着动物的骸骨，阴森而恐怖。过往商队不知其害，常有人饮下泉水后暴毙，附近的村落也因此渐渐荒废，成为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死亡之地。直到一位云游智者途经此地，他身披灰色长袍，脚踏沾满尘土的草鞋，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，目光如炬。智者一眼便看出这泉水的蹊跷，他仔细查看泉边，发现了刻着古老警示碑文的石头，上面的文字因岁月侵蚀已模糊不清，但仍能辨认出剧毒误饮等字样。智者深知，若不采取措施，还会有无辜之人受害。于是他在泉边竖起醒目的木牌，上面用鲜艳的朱砂写着大大的毒泉，饮之必死，又用坚韧的藤条编织围栏，将毒泉团团围住。然而有个贪婪的商人执意破栏取水，他穿着华贵的锦袍，腰间挂着精美的玉佩，双眼发红，满是贪欲地叫嚷着。这泉水看似清澈，定是智者危言耸听，我偏要试试。智者没有强行阻拦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诵经文，眼神中满是担忧。商人饮下泉水后，毒性瞬间发作，他痛苦地在地上翻滚，脸色由红转青，口中不断吐出黑血，双手紧紧抓着地面，指甲里都渗出血来。就在商人气息奄奄之际，智者快步上前，从随身的布袋中取出草药，熟练地捣碎，喂入商人嘴中。经过一番施救，商人终于苏醒过来，他望着智者，羞愧难当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大师，我错了，多谢您救我性命，我愿从此留在这毒泉边，告诫往来行人，不再让悲剧重演。从此，商人真的信守诺言，自愿守护毒泉，成为了戈壁上的一道守护者的身影。他每天清晨都会检查围栏是否完好，遇到过往行人便主动上前讲述毒泉的危险，还用自己的钱财在泉边修建了一座小小的驿站，供行人休息。你看，佛陀收回光影，声音如晨钟暮鼓。智者若强行封闭毒泉，必遭贪念之人记恨；若放任不管，
便是对生命的漠视。他力排警示是智慧，施救解毒是慈悲，引导商人向善则是善良的最高境界。善良需因时制宜，就像农夫耕种，需根据时节播种、灌溉，方能收获。若在寒冬播种，即便满怀善意，也只会徒劳无功。迦叶的目光渐渐清明，师尊的意思是，面对恶行，既要以智慧分辨善恶，又要以慈悲给予改过之机。佛陀点头，掌心幻化出莲花，花瓣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善哉！昔日央觉摩罗在城中连杀99人，甚至扬言要取佛陀性命。当他手持利刃追至竹林时，我并未退缩，而是以慈悲之心呼唤他的真名。央觉摩罗，你可曾想过，杀戮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？他被我的从容震慑，最终放下屠刀，皈依佛门。这便是智慧与慈悲并行的力量。但你要知道，这并非简单的包容，而是对其心性的洞察与引导。可世间并非人人如央觉摩罗般能被感化。迦叶想起阿罗狰狞的面容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若恶人行径已无可挽回，又该如何？佛陀沉默片刻，抬头望向天际。此时乌云密布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。他指了指那道闪电，说道：你看那雷霆，看似暴烈，实则能驱散阴霾，净化天地。说罢，佛陀掌心再次泛起金光，又一段故事徐徐展开。在遥远的东方，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镇妖塔，塔身刻满了古老的符文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。塔中镇压着一只千年恶妖，此妖生性凶残，曾为祸人间，吞噬无数生灵。每隔100年，妖塔的封印便会出现一丝松动，恶妖的力量就会外泄，周围的村庄便会遭受灾难，庄稼枯萎，瘟疫横行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有一位年轻的守塔人，他自幼被师父收养，在镇妖塔下修行。师父临终前告诉他，守塔之道不仅在于守护封印，更在于洞察人心。对于恶，不可一味镇压，亦不可轻易放纵。年轻守塔人谨记师父教诲，每日在塔下诵经，加固封印，同时也会下山帮助村民，教他们一些抵御妖邪的方法。又一个100年将至，妖塔的封印愈发不稳定，恶妖的咆哮声从塔中传出，震得大地都在颤抖。附近村庄的村民们惊慌失措，纷纷逃离家园。然而有一个心怀鬼胎的术士，他觊觎恶妖的力量，企图趁封印松动之际解开妖塔封印，与恶妖达成交易，获取强大的魔力。术士悄悄潜入镇妖塔，他穿着黑色的长袍，手中拿着奇怪的法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试图破解封印。守塔人发现后，立刻上前阻拦。术士冷笑着说：小子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守塔人，这恶妖的力量岂是你能阻挡的？与其死守这破塔，不如随我一起共享这强大的力量。守塔人义正言辞地回应：恶妖为祸人间，我绝不能让你得逞，你若执迷不悟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两人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斗。守塔人运用在塔下修行的法术与术士周旋，但术士法力高深，守塔人渐渐落入下风。就在术士即将冲破封印的关键时刻，守塔人突然想起师父的话，他不再一味地与术士对抗，而是改变策略。他集中精力，念动咒语，引动塔中封印的力量，在术士周围布下一个结界，将他困住。接着，守塔人开始对术士进行劝说：你被贪欲蒙蔽了双眼，这恶妖的力量只会让你坠入万劫不复之地，回头是岸，放下你的执念，与我一同守护这方百姓。术士起初并不理会，依然疯狂地挣扎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守塔人的话语渐渐触动了他的内心。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只是在追求力量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。最终，术士放下了手中的法器，向守塔人忏悔。守塔人见他真心悔改，便解除了结界，
并带着他一起加固妖塔封印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妖塔的封印终于恢复如初，恶妖再次被牢牢镇压，而术士也留在了镇妖塔下，跟随守塔人修行，成为了守护封印的一员。就像这守塔人，佛陀收回光影，缓缓说道：面对企图释放恶妖的术士，若只是强行镇压，或许能暂时阻止恶行，但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他以智慧困住术士，以慈悲引导其向善，既守护了百姓，也拯救了一个迷失的灵魂。但有时，若恶的力量过于强大，为了保护更多人，采取果断的措施也是必要的。这同样是慈悲的体现。当年琉璃王举兵屠灭释家族，我3次劝阻无果，最终并未强行阻拦。世人以为我冷漠，却不知因果循环自有定数。我虽未阻止杀戮，却在琉璃王病重时前去说法，助他减轻罪业，这便是顺应因果的智慧。就像园丁修剪枯枝，看似无情，实则是为了树木更好的生长。佛陀缓缓站起身，走到迦叶身旁，轻轻抚摸着他渗血的伤痕，语气中满是慈爱。真正的善良不是无底线的包容，而是懂得何时伸出援手，何时竖起屏障。就像医师治疗毒疮，轻敷药膏无法根治时，便要忍痛剜除腐肉，这其中的分寸需要你在修行中不断感悟。对待不同的人，要用不同的方式。对于有善根之人，要悉心引导，助其成长。对于冥顽不灵的恶人，若其恶行已严重危害他人，必要时需以雷霆手段制止，这也是一种慈悲。但无论何种方式，都要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智慧，不可被嗔怒蒙蔽。迦叶认真聆听着，若有所思。佛陀继续说道：你看这世间善恶交织，如同阴阳两面，缺一不可。善良若想发挥真正的力量，就必须与智慧相伴。智慧能让善良不被利用，不被扭曲，让善良的光芒真正照亮黑暗。就像那独权边的智者，用智慧守护生命，用慈悲感化人心。又如那镇妖塔的守塔人，在守护与引导中践行善良。弟子明白了。迦叶突然伏地叩首，眼中闪烁着顿悟的光芒。礼貌是对众生平等的尊重，而善良必须以智慧为刃，既能守护弱者，也能震慑恶念。就像独权边的智者，用规则约束贪欲，用慈悲唤醒良知；又像镇妖塔的守塔人，在智慧与慈悲中守护世间安宁。更像师尊对待琉璃王，在顺应因果中寻求救赎之道。佛陀欣慰的大笑，笑声回荡在山间，山风裹挟着檀香拂过迦叶的僧袍。这一刻，迦叶终于懂得，真正的慈悲从不是柔弱的代名词，而是在洞悉世事真相后，依然选择以最恰当的方式守护世间的善念与光明。而这份智慧与慈悲，需要他在未来漫长的修行之路上不断实践与领悟。3日后，迦叶尊者重回村落时，阿罗正举着火把焚烧最后一间茅屋，火舌贪婪地舔舐着梁柱，将他的面孔映得狰狞可怖。村民们蜷缩在街角，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，孩童压抑的抽泣声不时传来。迦叶双手合十，缓步走向火海，袈裟在热浪中猎猎作响。阿罗，你可知业火焚身的滋味？话音未落，他抬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霎时间，空中响起阵阵悠扬的梵音，朵朵白莲在烈焰中绽放，圣洁的光芒与炽热的火焰相互碰撞，形成奇异的景象。阿罗手中的火把啪嗒落地，他惊恐地后退几步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。村民们，莫要惧怕！迦叶转身高呼，声音坚定而有力，善念如星火，汇聚可燎原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年轻力壮的村民们率先站了出来，他们握紧手中的农具，虽然双手微微颤抖，但眼神中燃起了勇气的火焰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，老人们拄着拐杖，
妇女们抱着孩子，他们组成一道坚实的人墙，将阿罗团团围住。阿罗看着四周愤怒又坚定的目光，再望向迦叶平静却威严的面容，握着刀的手开始剧烈颤抖。他想起这些日子肆意作恶的场景，那些被他抢夺的财物，被他伤害的无辜之人，又回想起迦叶上次被他毒打却不反抗的模样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愧疚。迦叶向前一步，温和地说道：“放下屠刀。”回头是岸，这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直击阿罗的内心。阿罗喉头滚动，当啷一声，长刀坠地，他扑通跪地，掩面痛哭，声音颤抖：“我罪孽深重，万死难赎。”迦叶尊者缓步上前，袈裟上的金线在微光中流转，他抬手轻触阿罗肩头，温和道：“涅盘经有云，一阐提人，皆得成佛。昔日央觉摩罗屠戮100人，最终仍证阿罗汉果。只要真心悔过，放下屠刀，便有救赎之路。”话音刚落，阿罗那把沾满鲜血的长刀轰然落地，瞬间化作一株嫩绿的菩提树苗，细小的根须扎进泥土，仿佛在预示着新生。盲眼老妪拄着斑驳的竹杖，在村民搀扶下缓缓走来，他枯瘦的手摸索着，将一串温润的佛珠附在阿罗掌心，浑浊的眼眶中溢出泪水。佛度有缘人，老身信你。迦叶尊者望向围拢的村民，目光坚定而慈悲，朗声道：“维摩诘经言，以智慧剑破烦恼贼。我们对世人当存礼敬之心，这是对众生佛性的尊重，但行善良之事，必须手握智慧之剑，如此才能斩断恶念，守护正道，目色四合。”阿罗在修补屋顶时，看着下方仰头聆听的孩童，正色道：“佛说42章经云，逆风扬尘，尘不至彼。心存恶念，就像逆着风扬撒尘土，最终只会反噬自身。唯有广行善事，方能福泽绵长。”孩童们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纯真的眼中映着阿罗认真的神情。晨光出现，迦叶尊者背起行囊准备离开，阿罗带领村民跪颂，他脖颈上的佛珠在阳光下闪烁微光。迦叶尊者合十而立，目光扫过众人，语重心长道：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世间善恶交织，愿你们以礼待人，以智变善，莫让无原则的善良成为纵容恶行的温床，也莫因一时的恶念迷失本心。记住，唯有智慧与慈悲并存，才能在这纷繁世间走出一条光明大道。”言罢，他的身影渐渐引入山道，而那些蕴含着深刻智慧的佛理真言，却如悠扬的晨钟，久久回荡在众人心中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